阿瑶，你不在的这些年，那3个对你痴迷的竹马，豢养了一个很像你的女子收作丫鬟，日日带在身边。为保离国，我这个长公主在楚国做了3年质子。可回京当日，我那曾经口口声声说非我不娶的竹马们，不仅没来，还豢养了一个与我相似的替身。阿瑶，你别怕，他们3个心里真正装着的人还是你。我这次回来，想要的只有皇位，男人的真心这种不值钱的东西，谁稀罕要？父皇为我设了洗尘宴，回宫吧。参见长公主殿下。谢长渊，当今户部侍郎。3年前我入敌国为质时，他曾红着眼对我说：“阿瑶，等我入了朝堂，拿到实权，一定接你回家。”裴行俭，如今的兵马司副指挥。3年前他送我出城时，曾说：“阿瑶，等我征战沙场，打赢楚国，定会将你带回来。”沈晏慈是大黎第1皇商，3年前他曾塞给我无数银票，对我许诺：“阿瑶，我会把生意做到楚国，让你在异国他乡也能看见离国的东西。”他们都得到了想要的，却独独忘了远在楚国的我。阿瑶，你瞧瞧他们，仗着以前和你相处的情分，竟傲慢的连个礼都不行。人走茶凉，意料之中。看来她便是你这3个竹马豢养的丫鬟，果真与你有7分相似。不仅相似，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好似精心设计，特意在模仿你。我早说过，雪莹这支舞绝不会输给任何人。这3年教他弹琵琶练身段，倒也没白费。今日武艺太素了，没他昨晚在我府上穿的那件红裙好看。今日这节目真是别致。阿瑶，别多心，她不过是你不在时，我们几个养着解闷的丫鬟。说到底，只是个丫鬟，让她学你的琵琶，学你的步子，也不过是因为有几分像。可再像，终究也不是你。3年前我愿赴楚国为质，3年时间，他们把另一个女子雕成我的影子，高兴时赏玩，无趣时消遣。末了还告诉我，一个丫鬟怎配与我相比？本宫不过是手滑打碎了杯盏罢了。她弹得很好，跳得也很好，本宫甚是喜欢。怎么，本宫夸他，3位大人倒不自在了？阿瑶大度，自然是好的。他也就这点武技拿得出手，你若喜欢，改日送你府上伺候几日便是。到底是个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影子，阿瑶不必放在心上。送就不必了，3位大人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奴婢江雪吟见过长公主。殿下放心，奴婢今晚就收拾东西，天一亮便离京，这辈子绝不再出现在殿下面前，更不会碍您的眼。谢某竟不知，长公主如今竟有了在这背后为难弱女子的癖好。阿瑶，你同一个丫鬟计较什么？她是个没根基的，你这般身份，何至于跟她动气？本宫同一个丫鬟计较，谢长渊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本宫动气了？若非你逼她，她何至于说明早就要离京？她离了京城，你让她一个女子如何活命？谢长渊，你给本宫听清楚，这里是皇宫，本宫是长公主。你既然心疼她，心疼的要命，那就带着她一起滚。殿下别生气，是奴婢碍眼，奴婢走就是了。
之不可理喻。他们从前那样喜欢你，如今竟敢为了个替身童女甩脸色。也许他们原本就是这样的人。阿瑶，谢长渊掌管户部，裴行俭手握重兵，沈燕池握着半壁江山的钱袋子。皇上属意让你在他们中选一个做未来夫婿，你总归是要选一个的，否则朝堂上谁为你撑腰？哼，谁说我要选他们了？可是我在楚国做3年质子，忍了3年屈辱，可不是为了回后宅争斗的。阿瑶，昨夜的事朕听说了，受委屈了。儿臣无碍。谢长渊、裴行俭、沈燕慈3个混账，朕昨夜都瞧在眼里。原来他们是朕替你留着做驸马的人选。既然你回来了，想选谁，朕今日便替你赐婚。儿臣谁都不选。哦，儿臣周旋处境3年，如今回来，要的是名正言顺立于朝堂，要的是握得住的权，要的是往后离国再有风浪时，不必再拿一个公主去换太平。儿臣已与楚国4皇子萧成宇结盟，他答应助儿臣强盛离国，儿臣绝不甘心只做谁家的夫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虎父无犬女！传朕旨意，封殷扶摇为皇长女，即日起作为朕的继承人。儿臣领旨谢恩。那3个东西若碍你的眼，朕现在就能把他们逐出京城。不必，谢长渊通政务，裴行且善练兵，沈燕慈握商路。儿臣不喜欢他们，不妨碍离国任用他们。你当真学会了为君之道？不过萧成玉此人可靠吗？这是他母妃的遗物。边城之乱，儿臣曾与萧成玉共困乱军，后来楚国生变，也是他替儿臣挡过一刀。我与他是过命的交情。阿瑶，你与他当真只是盟友？暂时给他一个追求儿臣的机会，也未尝不可。好，朕倒想看看什么样的人才能入你这个丫头的眼。他说过，处理好楚国的事便会来找我，此时应该也快入京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去吧，朕这便命人准备结盟宫宴。阿瑶，雪银不见了。昨夜他最后见的人是你，你把他关到哪儿去了？她只是个无依无靠的丫鬟，何必对她赶尽杀绝？你们在宫门前拦本宫，就是为了问一个丫鬟的下落。哼，若非你那日对她如此，雪银怎会吓得一夜未归？把人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念旧情。你们3个是在审问本宫。雪莹昨夜出去后再没回来，若非你将她赶走，还能是谁？殷扶摇，所以你为了能顺利嫁给我们其中一个，关押了雪银。荒唐！本宫不屑做这些苟且之事。阿瑶，你从前最是善良，如今为了逼我们拿雪银开刀，未免太冷血了些。你不过是嫉妒我对雪银多照看了几分，嫉妒他这些年一直陪在我们身边，所以你就容不下他，对吗？把人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念当年的情分。谢长渊、裴行坚、沈燕慈当众污蔑皇室公主，按离国律法该当何罪，你们知道吗？退一万步说，抛开公主身份，我们认识10几年，本宫的人品，你们当真一点都不清楚。可他昨夜最后见的人的确是你。去查江雪莹昨夜出宫后的行踪。殿下，有人瞧见江姑娘往西山方向去了。西山不好，西山多断崖，她一个弱女子去那里太危险了。本宫倒要看看她在演哪出戏。雪银，你怎么样？殿下饶命！奴婢再也不敢喜欢几位公子了，求殿下放过奴婢。谁把你弄成这样的？你说，我替你做主。是长公主的人，他们说要毁了奴婢的清白，让奴婢再也没脸回京见公子。奴婢拼命挣扎，逃开跑到这里来的。殷扶摇，你竟然歹毒至此！
殷扶摇，她只是个无权无势的丫鬟，你就这么容不下她，非要毁了她才甘心吗？说完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连一句解释都没有吗？本宫若真想让一个人消失，有10000种法子让他无声无息。你一个连琵琶抱不稳的废材，凭你也逃得过本宫暗卫的追捕，还跑到了这西山断崖。殿下，奴婢真的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你。还有你这一身伤，衣衫虽乱，发簪虽散，可皮肤上连半点淤青和挣扎的指痕都没有。江雪吟，下次想诬陷本宫，记得把戏做圆一点，自己对自己下手还是太轻了。殿下，奴婢求你了，你是高高在上的长公主，你什么都有了，可奴婢只有这3位公子了，求您大发慈悲，把他们让给奴婢吧。既然是误会，那就算了。阿瑶，方才是我一时情急，失言了，是我们误会了你。不过，既然你这么在意雪吟的存在，阿瑶，若你真的介意，我们现在就进宫向陛下求婚。你要的正式身份，我给你，只要你以后别再为难雪明，我一定会娶你。娶我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们竟然觉得娶本宫是对本宫的恩赐？本王倒是不知，离国已经落魄到了要靠3个蠢货来给长公主施舍名分了。长公主，本王来迟了。不迟，来得刚刚好。你是何人？敢插手我离国皇室之事？楚国4皇子萧成宇。楚国人？殿下，这是我离国的内务。内务？你们污蔑长公主，拔剑相向，甚至拿婚事当施舍。离国的内务就是欺负救国英雄。他在楚国3年，刀架在脖子上都没皱过眉。如今回了故土，竟要受你们这种蠢货的窝囊气。看着谢长渊现在的表情，他像是第一次意识到我那3年过的是什么日子。若非他容不下一个丫鬟，我们又怎会？他若真容不下谁，用得着亲自动手？还是在你们眼里，他就只配同一个丫鬟争风吃醋？谢长渊、裴行坚、沈燕慈，本宫从未说过要嫁给你们。你们愿意捧着谁，那是你们的自由。哼，只是往后别再把本宫算进去，本宫嫌脏。阿瑶，闭嘴！本宫的名字也是你如今配叫的。我们方才说了，可以给你名分。你还要本宫说几遍？本宫从未想过嫁给你们任何人。沈大人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至于我母妃的遗物，你竟然随身携带一个外男生母的遗物！你们，本宫在楚国九死一生，程宇替本宫挡刀的时候，你们正躲在温柔江里教替身弹琴。现在，你们也配来质问本宫？公子，走吧，陛下还在等我们。今日之事，本宫不追究，是看在你们还有几分用处。若有下次，杀！马车缓缓驶离山道时，我掀起帘子，3个人仍站在原地。山间的风很大，吹得他们衣摆翻卷，却没有一个人在追上我。他们终于知道，我这次是真的不要他们了。见过陛下，见过长公主殿下。那位置不是历代储君才能做的吗？长公主这是要做什么？楚国4皇子到！
楚国萧承玉见过大黎皇帝。哈哈哈，承玉不必多礼，来得正好。家宴，他萧承玉一个楚国皇子，凭什么参加阿瑶的家宴？阿瑶，3年前，朕的阿瑶为保黎国太平，甘愿孤身赴楚为质。3年，他在异乡受尽苦楚。如今回来，他不仅带回了和平，更促成了2国盟约，此乃大黎之幸。朕意已决，即日起，长公主殷扶摇监国听政，凡朝中大小奏章，必先呈长公主阅览，再入太极殿。陛下，长公主终究是女子，监国之权。谢大人，本宫为黎国远赴敌国为质，3年间受尽屈辱时，谢大人在做什么？你又以何理由质问本宫？臣不是这个意思。陛下，自古以来，从未有女子监国的道理，这不合理制。裴副指挥使，本宫这3年间为黎国带来了多少情报，立了多少功？这3年间，你手握兵马，有立什么功吗？去往楚国为质，是公主身为皇家儿女的职责，便是有功，也不可越过礼制。前朝政务繁杂，臣认为长公主难以胜任。职责，沈燕慈，若没有本宫，你的商路早就成了死路；若没这纸盟约，你的项上人头如今还不知挂在哪座城墙上吃风。黎国男儿的骨气，若是只能靠牺牲女子来维持，那这朝堂不要也罢。沈大人好大的口气！本王在楚国见多了黎国的男儿，唯独殷狐瑶，不仅从本王手里抠走了3座城池，还让本王心甘情愿入京结盟。比起他，你们这几位所谓的伴读，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萧承宇，你莫要欺人太甚！你试试，看你的剑快，还是本王的隐卫快？够了！朕的江山，阿瑶守的，自然也治得。即日起，见长公主如见朕。若有人再敢质疑，就滚出京城。众爱卿平身吧。阿瑶，今日百官都在，你可有什么话想对朕、对这黎国的臣民说？儿臣在楚国做成世子3年，看够了风雪，也看透了人心。自今日起，我黎国不必再以女子和亲，不必再以骨肉求安。往后黎国的风雨，由本宫来挡；黎国的百姓，由本宫来护。长公主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岁！哎呦，你回来了，你终究是平安回来了。当年是我没用，我这就去向陛下求。裴副指挥使，军前失仪是大罪，你是想挑战本宫刚拿到的监国之权吗？微臣。裴副指挥使慎言。臣失礼了。谢清，酒喝多了就该坐稳，别失了户部侍郎的体面。他真的变了。见到！你是何人？怎么来的？雪银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不是让你在宫外等我吗？奴婢自知卑微，可若不见殿下一面，奴婢死不瞑目。裴将军，
这灵德殿什么时候成了内宅或花园？连个名分都没有的丫鬟，也能随意出入国家蒙宴了？殿下，奴婢是来请罪的，求殿下看在三位公子的情分上，给奴婢一条活路，千万别因为奴婢坏了您和公子的婚约。只要坐实了长公主嫉妒的事实，她便能在整个离国名声尽丑。请罪？你说请罪，可本宫瞧着，你更像是来挑衅生事的。奴婢不敢。今日堂间，上有父皇，下有楚国皇子与大理百官。你选在两国结盟的重要时刻，以卑贱之身擅闯重地，谈论什么私情、婚约？你这不是在求活路，你是在告诉天下人，大理的理智是摆设，长公主的威严可以随意践踏。江雪银毁坏两国盟礼，煽动流言，免摸皇室，你这颗脑袋当真是不想要了。离国这洗尘宴倒让本王开了眼，一个丫鬟竟敢在大殿之上对未来储君谈婚约，这便是谢大人裴将军教出来的规矩。够了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这就是朕给阿瑶选的左膀右臂，连个玩物都管不住，还敢在朕面前谈理据论政事！禁卫军，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拖出去，杖责20，逐出京城，放她进宫的守门禁卫一并处死！公子救我！长月公子，裴公子救我！我看着他们眼底的挣扎与畏惧，只觉讽刺。所谓的深情，在绝对的权势面前，竟连半分怜悯都生不出来。跪下！臣等知罪，求陛下责罚。你们当真以为朕最宠爱的长公主，这大黎未来的继承人，非你们这3个混账不可吗？谢大人，户部去年拨往西防的粮草，为何在楚离边境折损了30%？回殿下，是路上遭遇风雪，运输不便，微臣已在查办。风雪？本宫在楚国时，正遇上谢大人所说的风雪，却见楚兵粮草充足，看来是谢大人的户部比楚国的铁骑还要娇贵。臣定当严查。裴副指挥使，边境布防图本宫看过了，漏洞百出。如果你只会练兵而不会布阵，本宫不介意换个人坐你的位置。臣领罪，即刻处你。整整1个上午，本宫问，你们答，规矩守得不错，希望办事的时候也能这么利落。阿瑶，不，殿下。谢大人有何公事？这是我昨夜从宫中密档处找出的。楚境兵马难调，离国可借机整顿西防。离国若要自保，需先稳商路，再强军备。阿瑶，我以为你在楚国虽为至此，但至少衣食无虞。你以为我的日子并不难熬？你是不是还想说，你以为本宫在那儿过得顺累，所以你才心安理得地抱着替身消遣？不是的，我只是……谢长渊，你最错的不是忘了我，而是你明明知道我在敌国生不如死，却默认本宫一个人可以熬过去。我错了，阿瑶，我真的错了。可惜，本宫不需要廉价的忏悔。阿瑶，原来3年前你竟险些被乱军俘虏，还是萧成宇在乱军中替你挡了3刀才把你救出来的。裴将军，这又是为了哪般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竟然到今天才知道你在那边过的是这种日子。我不知道，扶摇，我若知道你面临生死一线，你知道了又能如何？彼时你只是个离国小将，你拿什么救？凭你这几滴廉价的眼泪？可我可以去求陛下，我可以。最让你难堪的不是你救不了我，而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处境。这3年，你立了战功，升了官，可你哪怕有一次动用过你手里的权力去打听一下我在楚国的状况吗？我以为
你以为你口口声声说要带兵接我回来，可你这3年里最关心的，不过是江雪银今日学会了几分本宫的步子，学得像不像本宫当年？那是因为我想你，我看着他。够了，裴行俭，话说的再响也遮不住你后来变了心。你护着那个替身的时候，我正在敌营受刑；你宠着他的时候，萧成宇正在替我挡刀。够了，阿瑶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。滚！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轻贱。沈大人，请回吧。殿下说了不见。老范再传一次，就说沈某这3年后悔了。这是我这3年所有上路图。沈大人日理万机，证明你沈家生意兴隆。阿瑶，我当初答应过你，我做到了。你做到了哪座王城？绕过了边境，本宫被困的那座孤城。那是商队难以进入。沈燕慈，你是离国第一皇商，最擅长算账，可这笔账你怎么就算不明白呢？你不是没能力做到，你只是后来身边有了江雪银。你觉得为了一个生死未卜的质子去得罪楚国权贵，成本太高，没必要了，对吗？不是的，我一直在找机会。有些真相最伤人，不是因为它多复杂，而是因为它太简单。在你沈大人的秤杆上，本宫的分量到底还是轻了。谢大人，殿下说您不必进去了。我有话想对他说，3年前没说完的话。殿下交代，谢大人如今想说的话，他3年前就在等了，可惜什么？殿下说迟了。阿瑶，你听听外面传成什么样了？那个江雪银竟在京中散布谣言，说你仗势欺人，逼得他几次寻死。若再不闹，本宫倒真要高看他一眼了。你还这么淡定？现在全京城的百姓都觉得你是个毒妇。跳梁小丑，站得越高，摔得越狠。奴婢自知卑微，不敢与殿下争辉，只求殿下给条活路，莫要再派人逼奴婢去死了。雪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公子，是雪银没用，雪银连累了3位公子的名声，雪银这就以死谢罪。这出戏唱的当真是精彩至极。殿下，奴婢从未想过要与您争什么，您为何抬上来？江雪莹，这是你这3年里在谢府、裴府、沈府花出去的所有银钱记录，这里还有你昨日约见城中地小，花重金买通他们散布流言的自证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口口声声求活路，可你身上穿的是本宫旧年的定制锦缎，你头上戴的是沈大人铺子里的孤品，你用着他们3个的银钱，雇人往本宫身上泼脏水。江雪银，你的胆子可真大，敢往皇室公主身上泼脏水，你能有几条命赔？江雪银，你竟敢骗我！难道西山那天也是你自导自演？公子，我只是我怕殿下回来你们就不要我了。怕他们不要你，所以先毁了本宫的名声。白纸黑字写着呢，你买通杀手假装追杀，雇佣闲汉散布流言。江雪宁，你真是让本官大开眼界。我有什么错？我只是想活下去。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如果不抓住他们，我还能有什么？想活命是你的本能，但绝不是你算计本宫、往本宫身上泼脏水的理由。
你们现在做这副深情一像给谁看？你们都说爱的是长公主，可她不在的那3年，是谁把我带回府？是谁亲手教我她的步伐，她的曲子？是你们，是你们亲手把我捧成了她的样子。那时候你们怎么不嫌我脏？如今她回来了，你们倒嫌我碍眼了。自作自受。行了，这场闹大之本宫看腻了，拖下去，废去双手，逐出京城，永世不得入关。公子，救我！承认公子！谢长远、裴行俭、沈燕慈，你们还没看清吗？殷扶摇早不要你们了，他看你们一眼都觉得恶心，你们现在挽回有用吗？晚了！看清楚了吗？你们对本宫从来不是什么情真意切，不过是你们那点可笑的自欺欺人，是你们为了填补内心空虚而造出的假象。你们真让本宫瞧不起。原来我们3年来护着的，就是这样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。阿瑶，这是你15岁生辰送我的，我一直带在身上。我从未想过真的失去你。谢长渊，你不是没想过失去，你只是习惯了本宫一直都在原地等你。我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就能当没错过。谢长渊，若本宫没活着从楚国回来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抱着那个替身，假装自己从未辜负过谁，心安理得的当你的深情种子？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说了。阿瑶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可以辞官，可以补偿。你想去哪儿，我就随你去哪儿。裴行俭，本宫要的是大黎的江山，不是一个迟来的情种。你如今能给的东西，本宫根本不稀罕。扶摇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替你拿来。本宫想要的权力和财富，如今自己都能拿得到，你现在递上来，不觉得太晚了吗？你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在意我们了？沈大人，你们念着的是3年前那个会等你们会回头的殷扶摇，可他早死在楚国的那场风雪里了。长公主殿下，宫中急召，陛下旧疾发作，请殿下即刻入宫。备马，入宫。阿瑶，真的老命，怕是到头了。父皇，您会长命百岁的，离国还要您撑着。朕撑不住了，这江山得交给你，这是传位圣主。即日起，你监国摄政，10日后祭天，正式继位。阿瑶，坐上去，坐稳那个位置。答应父皇，永远别叫任何人再有本事欺负你。儿臣领旨，定不负父皇所托。父皇，陛下驾崩，奴才叩送陛下，陛下千秋。本宫得到了，从今往后，大黎的生杀虐夺，皆由本宫一人说了算。是，这万里江山本就该是你的。本王愿为陛下赴汤蹈火。新帝登基。只因我错过了他3年，他便成了我此生再难触碰的极光。我带兵3年，到头来
竟连抬头看他一眼的资格都没了。沈家再大的富贵，也买不回他一个回眸了。我彻底输了。3年前，我是被送上敌国的质子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是离国用来换太平的筹码。今日，我殷扶摇站在这里，成为离国的主人。众卿平身。从今天开始，朕就是这离国的天。朕今日即位，下第一道圣谕：修新政，定取利。自今日起，我离国女子绝不再和亲求安。若有外敌敢犯，朕自提甲马杀之，绝不拿任何生命换太平。他根本不需要我们为他铺路。臣等领旨。陛下圣明，臣等领旨。朕要做这古今第一女帝。阿瑶，若能重来一次，若3年前我拼死护住你，不去那楚国。谢卿，这世间最无用的便是如果，可惜没有如果。是臣瞎了眼，负了陛下。往后，臣定当尽心辅佐，为陛下守好离国商路，不再有半分妄念。你们负的，并不是如今纵庸天下的朕，你们负的是3年前那个明知前路凶险，却还抱着一丝希望等着你们的殷扶摇。可惜，他早就不在了。多说无益，散了吧。臣恭送陛下。从今往后，这个世界只有女帝殷扶摇。楚离两国永结同好，共抗外敌。从此，离国不再是楚国的属臣，而是平起平坐的盟友。扶摇，这皇位你坐得稳，是因为你够狠。但我希望你知道，无论你要杀谁，要夺什么，我萧成宇都会是你手里最利的那把刀。哪怕朕要的是吞并这四海天下。哼，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。女子称帝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科。我离国开国100年，何曾有过如此荒唐之事？这是离国将要灭亡之兆啊！那殷扶摇在楚国做了3年质子，谁知道他是不是早就成了楚人的傀儡？丞相，咱们绝不能坐以待毙。女子当政，天下危矣。他以为坐上龙椅就能高枕无忧了，不过是靠着萧成瑜那个楚国皇子撑腰。传信给各家王府，联络禁卫军中的旧部，再联合外戚，祭天大典他能上得去。可这刚坐上皇位，便突然暴毙的皇帝可不少。对，逼他退位让贤，让宗室幼子继位，咱们辅政。一切全凭丞相定夺，必杀此女，匡扶离国正统。陛下，我离国自开国以来，从未有女子临朝，请陛下顺应祖宗礼法，从宗室子弟中择选贤能立为储君，退位让贤。老臣附议，请陛下为了离国万世商业，退位让贤。我守护了3年的离国朝堂，到头来竟成了杀我的第一把刀。哼，祖宗礼法，本宫在楚国为治3年，每日刀悬于颈。那时候，林相为何不提祖宗礼法，接本宫回来？丞相口口声声为了离国基业，可这账册上记得清清楚楚。去速西防军饷300万两，经你林相之手，落到前线将士手里的不足30%，那剩下的200万两，此刻正躺在林相苏州的私库里发霉。谢长渊，
你竟敢构陷本相！每一笔银子的流向，本官都查得清清楚楚。林相，你吃着将士们的血肉，也配谈祖宗离爵？林相，你是不是还指望着禁卫军中的旧部替你逼宫？看清楚了，如今京城12位5城兵马司皆由本将亲自督办，没有本将的军令，便是连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林相的宅顶。还有林家在南方的13处丝绸铺子，7座粮仓。本官今日已发下商令，切断所有与林家有勾结商户的商路。从今日起，林相哪怕有一锭银子想运进京，也没人敢接这趟镖。你们这3个叛徒，枉费老夫平日里多加提携，你们竟为了一个女子背叛祖宗，背叛离国，你们要做这女人的走狗吗？臣等誓死效忠陛下，绝不容许奸贼祸乱长冈，危害陛下。林相，这个天下从来不是靠嘴里的礼法治的。我曾以为女子生来就是被送出去换太平的，直到今日，我才真正站在了风暴的中心。林相既然如此怀念祖宗礼法，那便去大理寺的监牢里慢慢讲吧。摘掉他的顶戴，革职查办。林相到了，快按原计划给镇北王发信号。陛下，接到了。那些老顽固不死心，私下联系了镇北王，承诺只要他入京清君侧，就拥立他为帝。清君侧，朕就是君，他们这是想造反，想谋权篡位。末将这就带人出城，在必经之路伏击。不，让他进来。陛下，裴行前，你故意放消息出去，就说京城禁军倒戈，宫中空虚，朕要开大门，请这位王叔入瓮。去。动用北方所有商路，在镇北王经过的每一座城池、每一处酒肆散布消息，就说镇北王并非救驾，而是为了自己称帝，要把离国江山卖给蛮夷。大人，这流言，百姓会信吗？百姓不信，他的将士也会疑。一颗怀疑的种子，比万马千军更致命。这里是所有涉事老臣的家产清单和通敌铁证，守好这道门。本官要在后方为陛下把这些老东西的根一寸寸刨干净。诱敌深入，离间军心，你这一招，真是让他们一点生路都没留。朕要用这一战，要让离国的百官再也没人敢生出二心。王爷，有些不对劲。咱们这一路走来，各地州府不仅没出兵响应，反而像躲瘟神一样关门谢客。那是他们胆小，被殷飞黄那个丫头片子吓破了胆。沈燕慈在商路散布那些流言，不过是小儿科。等本王进了京，这天下谁敢说本王是反贼？可前方探子报，京城禁军倒戈，宫中空虚，这情况是不是来得太突然了？不管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传令下去，加速前进。入城清君侧者，赏万金。开了，开了，快发信号！一女一扶摇，快快退位让贤！你一个女儿家家，也配当皇帝，执掌天下？王爷，这京城的门好进，可不好出啊！裴行军，你不是说要助我夺下帝位吗？那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是为了请君入瓮。撤！快撤出去！想走，本王允许了吗？奉大理女帝之命，
捉拿反贼镇北王，反抗者格杀勿论。殷扶摇，你这个疯女人！求陛下饶命，我等愿降。禀陛下，反贼镇北王已被生擒，请陛下发落。陛下，微臣是一时糊涂，受了林元德的蛊惑呀，求陛下开恩。陛下，念在微臣侍奉先皇3载的情分上，饶了微臣这条老命吧。殷飞瑶，你这个祸乱离国的女人，你与楚国皇子不清不楚，这离国迟早被你双手奉上给男人。我林元德就算化作厉鬼，也绝不会放过你。离国必亡于你手，你不得好死。化作厉鬼，林相，那你也得有那个机会才行。传朕旨意，逆贼镇北王林元德意图弑君谋反，判9族株连，府内上下鸡犬不留。其余参与谋反的老臣，革除功名，贬为庶民，举家流放3000里。这离国的朝堂，该清一清。陛下圣裁，臣谢长渊誓死追随陛下，荡平奸佞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！叛乱已平，离国当立新规。谢长渊、裴行俭、沈燕慈听封。谢长渊擢升丞相，统领百官；裴行俭封兵马大元帅，总督全国兵马；沈燕慈任户部尚书，掌离国财富。臣领旨，定为陛下肝脑涂地，死而后已。恭喜陛下坐稳江山，楚国愿每年进贡粮草10万担，锦缎万匹，只求两国世代交好，永不开战。楚国皇子竟然主动让利，离国100年未有之盛世啊！萧皇子真乃深明大义之人。萧皇子的厚礼，朕收下了。还在想正事？萧成宇，你今日在朝堂上出的风头太大了，不给足你面子，怎么能显示出我的诚意？扶摇，等我回楚国，拿回属于我的那个位置，到时候我们就不仅仅是盟友，我要你和我一起坐于这天下。萧成宇，朕等着看。等我。扶摇，你看这3处，左翼主攻，右翼侧影，中间这个缺口，就是留给敌人的坟墓。兵法如人心，萧皇子这招为师必却，教的真是透彻。人心比兵法更难平衡。朝堂之上，谢长渊掌政事，沈燕慈掌才艺，裴行威掌军事，你只需站在最高处，看他们互相牵制，这江山便稳如泰山。有你这位楚国战神在侧，朕倒是省了不少心。当初我总说要接他回京，却从没想过，他要的不是我的保护，而是能并肩厮杀的人。我们陪他长大，却在最后输给了萧成宇。既然如此，那便为他守好这盛世江山。走吧，丞相府还有不少折子等着处理。殿下，殿下，楚国生变了，陛下旧疾爆发，太子已封锁皇宫，正在清剿所有反对势力。什么？娘娘留给您的旧部刘将军、王提督都被太子扣上谋反的帽后，全家老小无一幸免。太子已经下旨，全城搜捕殿下的心腹，这是求救信。殿下，萧承策，你竟敢动我母妃的人！
朕即刻调配3000旌旗，助你连夜回楚。扶摇，这一走，楚国必是血流成河，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陛下，10万担粮草，5万两黄金，已尽数入库，随军护送。萧成宇，朕能给你的已经全在这里了。足够了，扶摇，这份情我定不负。这把匕首陪了朕在楚国那3年，朕用它杀过狼，也用它自保过。拿着它，杀回楚国京城。你要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朕和朕背后的离国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等我回来，别死在楚国，否则朕不放过你。出发！陛下，萧成宇已经离境，咱们是否按照原计划为他保障后勤？后勤要给，但吞并楚国的刀也要开始磨了。陛下，您刚才不是还说要做他的后盾吗？萧成宇能赢，楚国便是离国最稳的属国。他若输了，楚国就是离国案板上的肉。传朕密令，边境3军即刻进入战备。从现在起，朕要楚国境内每一处关隘的布防，统统推演一遍。这天下，我势在必得。四弟，你终于舍得从离国回来了。皇兄带这么多人接风，未免太隆重。隆重？本宫是来捉拿反贼的。萧成宇，你私通敌国，携带离国重金精锐潜入京城，意图不轨。来人，卸了他的兵刃，将这乱臣贼子给本宫锁在府中。没本宫的令，擅出者死。既然皇兄想尽这份兄弟情，臣弟顺从便是。陛下，四皇子入楚京即被软禁，太子诬陷他私通离国，生死未卜。陛下，此时出兵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恐惹楚国举国反扑。名不正，传朕手书给楚帝，告诉那个老家伙，萧成瑜是朕钦定的盟友。朕能让他坐稳江山，也能让这楚国江山换个姓。若太子敢动萧成宇一根汗毛，离国3军即刻开罚，朕要让他整个楚国皇室陪葬。蠢货，朕还没死，你就想引狼入室吗？父皇，萧成宇分明已经投靠了那殷扶摇，那又如何？你看清楚，那女帝在信里说了什么？她说，只要萧成宇出事，离国铁骑即刻过江。朕刚病重，你就要给离国送一个开战的借口吗？去，传朕旨意，任何人不许伤萧成宇性命。你若敢动他，朕摘了你的储君之位。四皇子殿下，这是太子殿下体恤您身体，特意吩咐送来的。殿下，慢着！殿下饶命，奴才也是被逼的。萧承策，你连这最后几天都等不及了吗？把这碗粥给他灌下去，尸体扔进太子府后门，告诉我们的人动手。为什么不卖粮了？家里都要揭不开锅了。沈氏伤后的船被劫了，全城的存粮都被太子调走充军了，没粮了，没粮了，真的。充军，太子的命是命，我们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？太子是要把我们活活饿死啊！走，咱们去抢粮仓。殿下，全城粮绝，民怨沸腾，太子不得人心。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等愿追随殿下，杀入皇宫，清君侧。好，今夜便开始行动。萧成宇，你谋逆乱政，教唆百姓暴动，今夜本宫就替父皇清理门户，给我杀！
府内上下鸡犬不留。萧承策，谁生谁死还不一定。李国人，李国军队杀进来了。奉大理女帝诏令，楚国太子残害宗亲，意图弑君。我大理特来炫护盟友萧承宇，赏我者，格杀勿论。扶摇，朕说过，朕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走，杀进宫去！父皇，这出戏该收场了。逆子，你竟敢勾结外贼，祸乱祖宗基业！若非你纵容太子，何至于此？写传位诏书，我留你一命。哈哈哈！朕宁可亡国，也绝不传位给你这个逆贼。我写，我愿意写。父皇不传，我以楚军之名禅位给四弟。只要别杀我，我什么都写。孽障！你这个贪生怕死的畜生！闪开！为他挡下这一刀，定能让他更加信赖我。扶摇！萧承宇，朕说过的，朕是你最稳的后盾，朕不会让你受伤的。传太医，裴行苗，快传太医！殷扶摇，你这个疯子！你若敢死，我要这楚国又有何用？阿瑶，我真没想到你会为了我，差点舍去性命。朕怎么舍得死？你还开玩笑？那一剑要是再偏半寸，你要我怎么办？阿瑶，何瑶，以后哪怕是我死，我也不想再看见你受伤。陛下，太上皇受惊过度，已于昨夜驾崩了。按先皇礼制厚葬。至于萧承策，一并送走吧。他在下面，总得有人尽孝。末将领命。那些余党如何处置？凡参与刺杀、私通太子者，9族之内一个不留。朕要这楚国的朝堂，从今日起只姓萧。楚皇陛下，大赦天下的旨意发出去了。发出去了。如今这楚国，朕说了算。扶摇，等你伤好了，我就册封你为皇后。你是楚帝，朕是离帝，你要如何成婚？合并两国，不分离楚。朕要立你为楚国唯一的皇后，也是这天下唯一的共主。只要你在朕身边，尝尝，这是南京快马送来的。你从前在做质子时最惦记这一口。楚皇陛下如今放着满朝文武不理，整日给朕剥皮去籽，传出去怕是要被骂成昏君。朕只想守着朕未来的皇后，谁敢多言，
朕就拔了他的舌头。启禀陛下，这是沈尚书特意从离国搜寻的稀世良药和楚国见不到的特产，还有丞相谢大人、大元帅裴大人送来的加急捷报。谢长渊他们把离国治理的不错，捷报频传。沈燕慈倒是阔绰，把压箱底的宝贝都送来了。他们倒是忠心。等以后两国合并，朕非得给他们派点最累的活，省得整日惦记朕的皇后。皇后吗？可朕不想做皇后，朕要自己掌握权力，才能结束两国百年战乱，才能让黎民百姓不再受质子和亲之苦。陛下，楚国江山初定，后位空悬，朝政不稳呐！请陛下为了社稷，迎娶楚国世家贵女，繁衍子嗣。大理女帝终究是一国之主，怎可入我楚国后宫？请陛下三思，立我楚国女子为后。够了，够了！朕在楚国九死一生时，你们口中的贵女在哪？朕被太子软禁时，你们的世家又在哪？稳固朝政，靠的是朕手中的剑，而不是女人的裙带。传旨！今日上书的老臣，全部贬官3级，赶出京城。陛下，老臣是为了楚国呀！朕再说最后一次，朕的江山有一半是殷扶摇拼命换回来的，朕的皇后，此生唯有大理女帝殷扶摇一人。谁再敢提立后二字，朕便送他去见先皇。扶摇，朕要让你与朕同坐这张龙椅，这楚国的江山，你我共掌。阿宇，你当真舍得将这一半江山送给朕？朕这条命都是你换回来的，区江山算什么？只要你在朕身边，这天下改姓殷也无妨。好，那朕便陪着你。陛下，按您的吩咐，户部、兵部的重要差缺已陆续换成了咱们大黎的人。楚国各州府的军事布防图已经拓印了80%。这是楚国国库的亏空和税银流向，有了这些数据，楚国的经济命脉就在陛下手中了。萧承宇想与朕共治天下，可朕却不愿。陛下，若是萧承宇察觉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场册封大典，根本看不见这皇宫底下的暗流。趁着大典将至，加快速度。朕要在册封大典之前，让这楚国京城彻底换了天。扶摇，你看这凤冠上的东珠是朕特意选来的，只有它才配得上你。阿宇送的，朕自然喜欢。朕总觉得像在做梦。3年前你是质子，我是弃子，谁能想到我们能一起走到今天？是啊，谁能想到呢？扶摇，朕以后再也不会让人欺负你了。朕会把这世上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你面前。萧承宇，别怪朕狠心，这世间对女子的成见如重峦叠嶂，朕要让这天下人看清楚，女子亦能治世。朕要让离国从此再无质子，亦无和亲。
扶摇，这半年是你我最安稳的日子。朕真想就这么把你关在行宫里，哪儿也不让你去。离国积压了半年的国事，谢长萧他们虽能顶替，但朕这个女帝若再不露面，朝堂怕是要生乱。阿月，你得体谅朕。朕明白。拿着这个，等你回到离国处理好那些琐事，朕便亲自去离国寻你。到时候，你我合并两国，不分离楚，这天下江山，你我共主，再无疆界。好，朕在离国等着你。扶摇，等我，这一天不会太远。陛下，那半年来，咱们在楚国安插的36处安庄已全部就位，兵部和户部的关键调动也已封死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萧成宇说要合并两国，那陛下的意思是？他说的对，这天下的确不需要两道边境。那陛下的意思是？合并的方式得由朕说。萧成宇说要合并两国。萧成玉，你说你要娶朕为后，可朕要……那陛下的意思是？从来不是只当个皇后。半年时间，朕在楚国皇宫已经铺好了路。现在，朕要楚国真正并入大理版图。陛下，楚帝萧成宇与您刚定盟约，且他为您登基几乎耗尽楚国半数精锐。此时出兵，恐天下人非议陛下薄情寡义，过河拆桥。谢卿，唯有一统江山，才能还天下黎民百姓一个太平，否则战争将永无止息。陛下，楚国的商路如今大多握在臣的手里，若强行切断，离国商贾也会受损。这笔账，沈清，朕封你为户部尚书，不是让你计较这几两碎银的得失。朕要你3月之内让楚国物价翻倍，钱庄崩塌，战马无草，将士无饷，能不能办到？臣遵旨。裴元帅，你的兵练好了吗？回陛下，新式重弩已赶制完毕，只是四皇子萧成瑜用兵如神，若他得知消息，必会拼死反扑，届时定是生灵涂炭。所以，朕才要你们3位，一个断他粮，一个毁他商，一个绝他后路。萧成宇想娶的是能与他并肩的女子，可朕要做的是让天下百姓幸福的帝王。臣等誓死追随陛下，万死不辞。谢长渊筹备粮草，3日内运往西防。裴行忠即刻离京接管兵权。沈燕慈开启商战。朕要楚国不战而乱。萧成玉，别怪朕，这世上有人愿为情义困于一隅，而朕要为这天下的女子劈开一条活路，哪怕这条路要踩着挚爱的血肉，朕也绝不回头。在帝王的字典里，从无并肩，唯有唯一。陛下，这是我主楚皇亲笔所写的册封大典日期，聘礼共计东珠100颗，黄金10000两，蜀锦1000匹，只盼陛下如期赴约，同登大典。阿菊当真费心了，回禀楚皇，这些东西朕很喜欢，告诉他，朕在大离宫中亦是寝食难安，只盼着那一天，朕定会准时出现在册封典礼上。陛下圣意，臣定当原封不动带回。我主若听闻，定臣大喜。陛下，大理女帝说，她在那边也是寝食难安，一心等您去迎呢。好，她果然没变。扶摇既然如此诚心待朕，朕若再处处设防，岂非小家子气？传朕旨意，即日起撤回边境70%守军，只留少量哨兵维持秩序。朕要让扶摇入楚境时，
看到的不是冷冰冰的长枪，而是满城繁花。陛下，边境守军乃国之屏障，大婚在即，若大黎有异动，不可能。他的心朕最清楚。陛下，正如您所料，萧承宇下令撤回了边境70%主力。如今楚国边界空虚，对我军而言，形同虚设。陛下，他真的把最后的防御都撤了，他是真的信了你。信朕。在这权力之巅，信一个人，就是把脖子送进对方的铡刀里。萧承宇身处地位，竟还妄想用信字来维持两国太平，何其天真！裴元帅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楚国还与离国并立，这世道便永远有联姻，永远有质子。朕若不吞了这楚国，离国往后1000年的女儿家，便还要重蹈朕的覆辙。陛下高瞻远瞩，臣受教。裴行天听令，朕命你亲率10万铁骑，借夜色掩护，秘密向边境集结。臣遵旨。萧承宇，朕想让这世间从此再无女子会被当作筹码送出去。为此，朕不惜背负万世骂名，也要这一口吞掉这楚国江山。昨日一斗米10文，今日竟要100文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呀！别敲了，全城的粮都被沈氏商行收空了，进口的商路也断了，有钱也没处买。陛下，不仅是京城，全国各地粮仓都空了。若再没粮，不出3日，百姓必反，军队也要哗变了。沈燕慈，朕竟没算到他会做出这种事。你信？快向大理女帝求援，就说朕以楚国3座城产为质，求他借粮救命。是。陛下，楚国的粮已被臣囤积殆尽，现在他们连战马的藏料都凑不齐了。他想要粮，朕便给他。传朕旨意，拨100艘巨型运粮船，挂上大黎的白帆，浩浩荡荡开往楚国码头。告诉萧承宇，这粮朕不仅给，还分文不取。兄弟们，陛下说了，这100艘船不是去救命，是去送终的。总算等到了，快让将士们搬粮，这是救命的粮啊！粮？这可不是粮，不过陛下确实给你们带来了别的厚礼。出来吧，将士们！你们干什么？奉大理女帝命，送各位上路。全军突击，直取楚京！
陛下，不好了！大黎的运粮船里面全是杀手，青龙岗失守，裴行俭的1万铁骑已经杀到100里外了。不可能，扶摇不会这么对我，他亲口答应过朕。陛下，快调京郊大营迎敌啊！传朕旨意，命刘将军、王将军即刻出兵，死守宣德门。陛下，将士们已经3日没吃过饱饭了。沈氏商号切断了补给，大黎的女帝说了，只要投降，全军赏粮100担，官升1级。你们竟被他策反了！陛下，咱们是楚国的兵，可命是自己的。这江山换个人姓，咱们照样吃饭。尔等叛臣贼子！殷扶摇，你对我竟从未有过真心。萧承玉，3万亲兵对阵我10万铁骑，不过是困兽之斗，何必拉着这些忠义志士白白送死？谢长渊，你离国背信弃义，趁火劫粮，也配谈忠义？萧承宇，大势已去，陛下有令，只要你肯开门投降，他定会保你一世荣华，绝不伤你半分。投降吧！一世荣华！殷扶摇，你好狠的心！你利用完了朕，将朕的真心踩在脚下，却还说要保朕一世荣华！朕不信你的话，让殷扶摇出来，让他亲自来见朕。殷扶摇，你出来，要听你亲口跟朕说。萧承宇，朕来了，你想见朕，所谓何事？扶摇，从你认识我开始，便一直在利用我。所谓的共享江山，其实是你欺骗我的，对吗？是又如何？朕若不骗你，又怎能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拿回本就属于朕的江山？我把心都掏给你了，你为何连一点真心都不肯留给朕？真心，这世上最没用的就是男人的真心。萧承宇，朕给你最后1刻钟时间，开门投降。开门，或者朕踏平这皇宫，从你的尸体上踩过去。为什么？殷扶摇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背叛朕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捅我最深的一刀？萧承宇，你太天真了。我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今天。我要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虚伪的爱情，而是这万里的疆土，是这至高无上的天下。好一个要天下！我自诩算尽人心，竟没算到这辈子居然会栽在了一个女人的陷阱里。我的满腔赤诚，在此刻竟然只是一个笑话。既然你想要这楚国，那朕就给你。陛下，他要自刎！殷扶摇，我在黄泉路上等着看，等你救拥天下之后，是不是真的能不悔？
你连死的权利都不肯给我吗？没我的允许，你不许死。陛下有旨，活戳萧承玉，全军听令，攻城！护卫陛下，上！放下武器，强者不杀！陛下，贼首萧承玉已生擒，请陛下发落。赢了，你赢了，殷扶摇，看着我这副丧家犬的样子，你心里可有快意？萧承宇，朕说过，朕要的是天下，在这条路上没有快意，只有成败。好一个成败！那你为何不杀了我？留着我这条命是要羞辱我吗？把他带下去，关入长秋宫，严加看守，不许任何人伤他性命，亦不许任何人放他离开。他的命是朕的。陛下，楚国全境已尽在掌握，从此四海之内再无敌手，陛下威望一至巅峰。这万里江山终究是要姓殷。陛下万岁！大黎万岁！陛下，黎楚两国的货币已全部统一重铸，度量衡标准也已下发至各州府，往后商贸往来再无阻碍。陛下，两国法度合并的草案已拟好，楚地百姓已得安抚，春耕两种也已发放，民心正在回稳。很好，朕要的不仅是土地的合并，更是民心的合一。若有敢私藏楚币、抗拒新政者，杀无赦。臣等遵旨。殷扶摇，你又来做什么？看我这副丧家犬的样子，能让你处理政务时更舒心吗？太医说你不肯用膳，朕来看看。看我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我还有什么值得你利用的？滚！你这个无情无义的骗子，我每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。你骗了我的心，殷扶摇，你赢了天下，可你这辈子都别得到我的原谅。陛下，萧承玉虽然被废，但他母妃旧部仍有余孽，留着他终究是个祸害。为了江山稳固，陛下还是……臣也是为了陛下着想，永绝后患啊！朕这辈子杀的人已经够多了，他不欠离国，不欠天下，而朕却欠他一颗真心。他是朕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。传令下去，谁敢动他，朕要他的九族陪葬。陛下，楚国36州残余势力已悉数剿灭，旧部余孽无一幸免。自今日起，这片疆土只听陛下一人之令。启禀陛下，归京的车驾已备齐，回去后，陛下将于离国京城正式举行一统天下的大典，受万民朝拜。传旨，明日回京。临行前，朕再去见他最后一次。听说你要走了，楚地已平，朕该回去了。殷扶摇，我想问问你，你开心吗？看着这空荡荡的皇宫，你身边除了那些怕你、为你、算计你的奴才，可还有一个真心对你的人。恭喜你，陛下，你终于成了这世上最尊贵的孤家寡人。朕是皇帝，皇帝要藏起真心，才能护好天下人。你撒谎！你的眼睛告诉我，你不是这么想的。萧承宇，你最大的失败就是直到现在还心存幻想。朕如何想的，用不着你来评判。
陛下，四皇子他跟上。从今往后，世间再无楚国四皇子，他只是长秋宫里一个无名无姓的囚徒。萧成宇，你说的对，朕是孤独的，但这种孤独，朕甘之如饴。恭迎开天女帝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他做到了，他真的让这天下尽归大同。从此四海之内，唯有一主。这一路的血与泪，终是换来了这万世基业的开端。登基礼成，请陛下接过传国玉玺，定鼎江山。这一天，朕等了太久。朕要的不是权柄，而是这世间再无质子，再无和亲。朕终于成了这规矩的制定者。礼成，请陛下受传国玉玺，定鼎大统。陛下，楚国长秋宫急报。长秋宫怎么了？说。回陛下，萧承玉前几日病重，在长秋宫病危了。阿瑶，既然你要的是这天下，那我便还你一个干干净净的天下。我在，你会犹豫；我死，这楚国旧臣将再无主心骨。阿瑶，我成全你。再无牵挂，萧承宇，你竟然要死了！陛下，陛下，大典尚未完成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陛下，此时离京，江山不稳啊！滚开！萧承宇，我不信，你真的要死了！谁念萧承宇，你不许死，朕不许你死！阿宇，萧承宇，你可真起来！我错了，萧承宇，我错了，你睁开眼看看我，求你了，别丢下我一个人。阿宇，你回来！是一段柔软的光芒，清风化野烛光。阿瑶，花瓣随风飘。原来你也会为我哭成这样。你没死。归西丸滋味并不好受，可若不如此，我怎么知道在你心里我还是有点分量的。一段美好的梦想。你骗我，萧承宇，你竟敢骗我！阿瑶，你骗了我的国，我将你又骗来，我们互不相欠了。殷扶摇，这种迟来的深情，我看着只觉得恶心。深情？萧承玉，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朕之所以不想你死，是因为你是大楚皇室最后的血脉。只要你在这长秋宫里待着，楚地的那些旧部就不敢乱动。所以，我只是你手里的一块挡箭牌。你不仅是挡箭牌，更是朕征服大楚的战利品。朕要让你活着看朕如何把这两个国家彻底合二为一，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大楚消失在烟尘里。既然陛下是这样想的，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了。陛下长途跋涉，
不如先喝了这杯茶，喝了它，我便成全你的统一大计。你最好说到做到，不然我不敢保证会做出什么。你在茶里加了什么？归西丸和软禁三。扶摇，你最大的弱点就是以为我会一直拿你没办法。这江山我会一寸一寸拿回来。等我杀回京城的那天，希望陛下也能像今天这样嘴硬。萧成宇，你竟然敢耍朕，朕必让你永世囚于朕的股掌之上。殿下，您看啊，这些都是贵妃娘娘当年为您密练的亲兵。这半年，他们在这深山里茹毛饮血，就为了等您回来主持大局。离国女帝倒行逆施，楚地百姓如处水火。殿下，难道您真的甘心将祖宗基业拱手授给那个骗子吗？朕曾以为他骗的只是朕的一颗真心，却没想到他连朕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要夺走。朕呕心沥血打下的江山，绝不准他就这样心安理得的拿去。既然他要这大统天下，那朕就亲手撕碎他的江山梦。传陛下令，请处置军旗。大楚的将士们，今日起兵，朕带你们杀回京城，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。复我大楚，杀回京城，杀！10万大军，半个月不到，他竟然聚集了10万大军。朕对楚地的仁慈，竟然养出了这么一群白眼狼。陛下，楚人从未真心臣服，萧成宇一现身，民变是早晚的事。臣请旨，领20万铁骑，彻底踏平逆贼。陛下，臣已调拨户部所有存粮，优先保障西征。既然要打，就要断了萧成宇复国的任何苗头。传朕旨意，朕要御驾亲征，朕要亲手终结这出闹剧。陛下不可！谢长轩，你敢拦朕？如今大统江山未稳，京城若无陛下坐镇，宵小之徒定会趁机作乱。陛下乃万金之躯社稷之主，萧成玉不过是穷途末路之辈，有裴元帅率大军亲征，何须陛下涉险？臣等定能为陛下平定叛乱，提那逆贼之首，凯旋归来。好，裴行健，3月之内，朕要你活捉萧成宇。臣定不辱命。萧成宇，你真的要与朕走到这不死不休的一步吗？撤！全军撤往潼关！元帅，萧成玉的伏兵太快了，咱们的包围圈全碎了。萧成玉，你这兵法当真了得！陛下，潼关告急，裴元帅已经退守孤城，若萧成玉再进一步，京城危矣。陛下，不如议和吧，将原楚国的土地割让给萧成宇，止息兵戈，保我大黎正统啊！请陛下三思，割地议和，保全大局。朕打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将士们的血换来的，谁敢再说割地2字，朕先砍了他的脑袋祭旗！谢长渊，臣在。即日起，京城内外所有政务由你全权代为执掌，若有宵小趁乱生事，许你先斩后奏。陛下您，朕要亲自带兵。陛下，潼关凶险，萧成宇如今疯魔了一般，您若有闪失，沈清，带上5万精锐，朕要你亲自负责粮草押运。朕倒要看看萧成宇那些泥腿子士兵能撑多久。
是。陛下，若在战场上遇见他，您在战场上只有死敌。陛下亲征在即，尔等竟敢撕开后门开溜！裴元帅，萧承玉疯了，守着潼关就是等死。还有谁觉得守不住？陛下，臣只是……传朕旨意，临阵脱逃者斩，动摇军心者斩。朕在此，潼关就在，谁敢再言撤退，这便是下场。誓死守卫潼关，誓死效忠陛下。陛下，萧承宇已经知道您到了。据探子报，他已下死命令，今夜不惜代价强攻潼关。他在等朕求饶，却不知道朕在等他耗尽最后一滴血。沈大人，粮草还能撑多久？臣保潼关3月无忧。好，今夜朕要让萧承宇明白，朕打下的山河，他拿不走。全军出击，夺下潼关者，封万户侯。杀！滚石，连木，把他们砸下去！大理的将士们，杀！陛下在为我们擂鼓，兄弟们！撤兵！撤兵！陛下，守住了，萧承宇败退了。陛下，这已经是第5天了。萧承玉那个疯子就是避而不战，任凭咱们在城下如何辱骂，他连一支箭都不放。他在等。陛下，出事了！萧承玉派出的那几股泥腿子骑兵，又断了咱们后方的粮道。臣派出的3队精锐护卫，悉数被他们借着地势伏击，全军覆没了。陛下，臣筹集的10万担粮草被烧了大半。现在营中剩下的余粮仅够3万将士吃3日。陛下，萧承玉真是想困死咱们。云安城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若无后续补给，这3军将士怕是要哗变啊！臣斗胆建议，咱们暂时撤回潼关，平关守势，等后方粮草筹措充足，再图进去，如何？裴元帅，你以为撤回潼关，萧承宇就会放过我们吗？他这是在赌谁先撑不住。可粮草断绝是兵家大忌啊！沈尚书，你的人在外面丢了粮，但朕的人也探到了萧承宇的虚实。云安城内早已在闹粮荒了，他萧承宇连楚国皇宫都保不住，这区区一座云安城能有多少存粮？他派小股部队骚扰我们，正是因为他怕我们再坚持几天，他的城池就会不攻自破。万一他城中还有存粮？没有万一。朕了解萧承宇，他现在不过是在强撑一口气。咱们饿1天，他城里的人就要饿2天。传朕旨意，明日起全军缩减伙食，每人每日只供2碗稀粥。陛下，
谁敢私藏口粮，斩！朕要亲自在这里守着，守到萧成宇亲自开城门，向朕求那1碗米的那一天。陛下，将士们已经2天没见米粒了。外面萧成宇正亲自督战攻城，东门已经快被撞开了。臣有罪，臣没能护住最后的补给。陛下，撤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朕竟然输在了这几袋粮食上。捉拿阴肥瑶者，赏万金，封王。陛下，快走啊！不到1万人，陛下，咱们被困死在这狼牙山上了。断水，断粮，后无退路。殷扶摇，你看看这四周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你已经彻底没路可逃了。带着你的残兵败将，滚下来投降！只要你肯投降，肯承认你输了，朕可以既往不咎，让你做朕的皇后。萧成宇，你别天真了，便是我死，都不可能做你的皇后。萧成宇，你记清楚，朕是大黎的皇帝，朕可以死在战场上，也可以跳下这万丈深渊，但朕绝不会低头求活。裴行军、沈燕慈，听令。臣在。趁夜色未浓，朕会带人正面吸引火力，你们带着剩下的弟兄从后山断崖所降突围，回到京城，辅佐谢长威，守住大黎的根。陛下，臣乃大黎元帅，断后是臣的职责，岂能让陛下涉险？臣愿与陛下共存亡。陛下，沈家财散了可以再聚，可大黎不能没有您。臣这条命，今日就还给这片山头了。愿随陛下共赴黄泉。有你们这样的臣子，是朕这辈子的福气。但大黎的万民需要你们，你们死了，谁来替朕护着那满城百姓？萧成玉迟迟不肯强攻上山，不就是想亲手折了朕的傲骨吗？他既然想玩，朕便陪他玩一场大的。萧成宇，你不是想看朕低头吗？朕成全你。什么人？站住！萧成玉，我认输。让开！殷扶摇，你终于肯下山了。怎么，这山上的风终究是比不得你那太极殿暖和。我输了，萧成宇，我彻底输了。输了？开天女帝竟然也会认输？你不是要这天下吗？你不是要众叛亲离，也要做那唯一的主吗？我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我愿意放弃大黎皇位，我愿意跟你走，从此我不再是黎帝，我只是殷扶摇，我陪你回楚国，余生再也不问政事，只求你放过山上那些没吃没喝的士兵，放过大黎的百姓，他们无罪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若敢再骗朕一次，我已经是这副模样了，还能骗你什么？阿月，我真的
好累。好，只要你肯留在我身边，不准再跑，不准再想那老日子江山。你要什么，朕都答应你。传朕旨意，即刻停止攻山，传医官备热汤。是。朕可以放过你的病，但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朕的视线半步。服药，慢点喝，这是千年人参，最是补气血。阿玉，你对我真好。从前是我太固执，竟然为了那冷冰冰的皇位伤你至深。只要你回心转意，从前的事，我一个字都不再提。阿玉，传信给裴行监，全军戒备，待朕信号一发，即刻反攻。另外，通知谢长渊速速筹集粮草。臣遵旨。陛下，探子报，离国谢长渊正大举调集粮草，恐怕要出事啊！皇上，谢长渊那种书生，没了阴符烧，不过是群龙无首，翻不起浪花。可这军务堆积如山，你已经3日没看战报了，众将领都在等着。朕现在的头等大事是护好扶摇，再有聒噪者，乱棍打死。阿宇，你看这一笔，像不像我们当初在质子府院里看过的刘泽？像，只要是你画的，都像。萧成宇，你永远都这么天真。大力陛下，深夜至此，可是陛下有何吩咐？陛下有密旨要出，开门，让外面接应的信使进来。是，开营门。朕把门开了，剩下的看你们了。女帝在位，谁敢不从？反抗者杀无赦！微臣谢长渊恭迎陛下归位。陛下，归位，原来如此。这么久的柔情与呵护，竟都是为了今晚的里应外合。萧成宇，朕说过，朕要的是天下。朕真的信了你，以为你真的回头了。殷扶摇，你竟然又一次骗了朕！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？是石头还是冰？你竟然能狠心到这种地步！朕这一生算尽天下，却2次输在同一个女人手里。朕还有何颜面活在世上？不要！萧成宇，朕不许你死！你听见没有？朕不许你死！杀了我吧，扶摇。萧成宇，你活下来，哪怕恨我一辈子，也要活下来。逆贼萧成玉，你屡次犯边，不仅挑起战乱，更害得陛下险些丧命。今日本将便要用你的头祭我大理将士。住手！陛下，此子心机深沉，他若不死，大人社稷难安。朕说不许动他，你听不懂吗？谁敢再动，朕便灭其满门！看着他这副样子，我的心像是被生生豁开了一个口子。阿玉，朕带了最好的太医，你忍一忍。殷扶摇，别再演了，这种劫后余生的戏码还没看腻吗？动手吧，输在你手里，我萧成玉无话可说。你觉得朕在演戏？你觉得朕贪权好色，利用你只为这一方领土？难道不是？朕确实利用了你，朕夺了你的国，骗了你的兵，甚至在定盟那天，朕就盘算着如何将楚国收入囊中。萧成宇，朕喜欢过你是真的，想过杀你也是真的，但这天下朕要定了，你萧成宇，朕也要定了。哪怕是锁，朕也要把你锁在朕的身边，一起看着太平盛世。
你要的大义，代价竟是让我做你的阶下囚，你太疯了！真是疯了。在楚国那3年，若不疯，朕早就死在乱刀之下了。带走，将萧承玉关入朕的寝宫，用金锁扣住。没朕的恩准，谁敢靠近，格杀勿论。是，带走。阿鱼，恨我也好，不恨也罢，这一世我要开疆拓土，也要你岁岁长青。楚国的将士们，大乱已定。朕今日下旨，凡愿意归我大理者，即刻编入禁卫，军饷翻倍。凡家中有老小，不愿再提刀者，每人发放白银10两，发放路费，回家务农。朕绝不阻拦。陛下，此言当真？朕乃天子，金口玉言，从今往后，楚地免除3年赋税，凡苛捐徭税，悉数废除。吾皇万岁！陛下圣明。陛下，萧承玉乃楚国余孽，他起兵作乱，杀我大黎将士数万，此贼不除，大黎民心难安，更有可能卷土重来呀！即便不杀，也该废其经脉，终生监禁。留他在京，如卧榻之侧有猛虎，太危险了。请陛下圣裁，斩杀逆贼，永绝后患。后患？朕刚平定了天下，若是连一个战败的俘虏都容不下，何谈治理这万里的黎民百姓？传朕旨意，萧承宇念其在平乱中有功于天下大统。陛下，他何功之有？若非我在楚国为质时，他为朕挡了刀，朕便不会有今天。即日起，封萧承宇为楚王，保留其王爵，封地设在京郊南苑。封王？殷扶摇，你真是疯了！阿玉，朕不仅要让你看着这盛世，朕还要你亲手帮朕守着这盛世。谢丞相、沈尚书，即日起，楚王的一应开销由内用直接拨付，若有敢怠慢折辱楚王者，杀无赦。我宁愿你杀了我。你没死，朕就永远没输。朕要你一直在朕身边。3位爱卿今日齐至，可是为了萧承玉的安置事宜？陛下，微臣谢长渊今日并非为了楚王，而是为了微臣自己。臣裴行仪请辞，臣沈晏慈请辞。请辞？如今江山初定，百废待兴，你们正是大黎的顶梁柱，为何要辞官？陛下，大统已成，臣等的使命已了。如今陛下身边已有了最想留的人，臣等若继续留在京城，除了让陛下为难，别无用处。臣愿前往西北荒原，为陛下镇守边疆。只要裴行明还有一口气，绝不让一骑胡马踏入大黎疆土。臣已将全国商路名册整理完毕，臣想去海外为陛下开辟新商路。臣只想最后为陛下守住这国库。这些年，多亏了你们。陛下圣明，能伴陛下走过这一程，看陛下登临巅峰，臣等死而无憾。传朕旨意，赐丞相谢长渊、元帅裴行明、尚书沈晏慈封号开国公，赏黄金1万两，良田1000顷。朕准你们所请，往后山高路远，各自保重。臣等叩谢陛下隆恩，愿陛下千岁千岁千千。传朕旨意，昭告天下，半年后，朕将举行盛大婚礼，正式册封萧承玉为大黎奉君，与朕共享盛世。走喽，去守大漠的月亮，总好过守着这伤心地。去见识见识没有因果爻的远方，这算盘珠子是不是还能拨得响？这。
陛下大婚，恭贺奉亲殿下，天佑大同，永结同心。萧承玉，这京城的红绸可比你当初送朕的聘礼还要阔绰。你用这万里香山逼我入赘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一拜天地，二拜圣祖，夫妻对拜。李成册封萧承宇为开天王朝第一任奉君，赐封号楚灵，与帝同尊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奉君。殷扶摇，我算计了一辈子，争了一世，到头来竟然还是输给了你，输在了你的狠心上，也输在了我自己的不忍上。不，阿玉，你错了，我们都没有输。我们赢了这万里的锦绣天下，也终于赢回了彼此。从今往后，这皇位是朕的，而朕是你的。扶摇，以后我再不会离开你了。这江山你要守，我便陪你守；你若要屠戮四方，我便是你手中最快的刀。萧承玉，这是你欠我的，这一辈子你都得还。我认栽了，殷扶摇。父君说，剑者是为了维护家国，而非争强斗恨。这第一剑是为大统万民所练。殿下，谢丞相从江南巡视归来的贺信到了，还给殿下捎了一套绝版的古籍孤本呢。好，等我长大了，定要像谢叔叔那样，走遍这大统的每一寸土地。又在想正事，成儿都长大许多了，你这个做娘的也该歇歇了。看着这万家灯火，我总觉得像是在做梦。阿玉，你记不记得我逼你投降的时候？怎么不记得？那时候的你冷得像块万年不化的冰，我想捏碎你的傲骨，却又怕你掉一滴眼泪。这一路走得真是不容易。是你的坚持成就了你的现在。幸好一切都圆满了。